参加平遥电影节要花多少钱？怎么安排选片和衣食住行？我会把我知道的全部细节总结出来分享给大家。不废话，我们走起。每年的平遥电影节在秋季举办，和韩国釜山电影节相邻，方便国际电影产业的相关人员的行程安排。作为观影人，在平遥大概可以看到4种内容，分别是电影、大师对谈、短片、红毯秀。电影呢又分为5个单元。卧虎藏龙、首映、回顾和从山西出发。卧虎单元会展出国际新导演的处女作、第2部或第3部电影，比较偏向亚洲、东欧、拉美、非洲的一些作品。藏龙华语国产片，发掘华语新导演的头几部作品。首映年度重要的导演作品，备受关注的优秀影片首映，至少是内地首映。回顾经典老片。从山西出发，主创为山西籍电影人或者山西影视公司出品，在山西取景拍摄的山西故事。除了看电影，平遥影展的大师对谈也经常是一票难求。平遥影展会邀请电影大师、行业的从业者、青年电影人分享他们的电影经验，现场会给场内观众提问的机会，整体氛围还不错。平遥一角，国内几大传媒学院和影视学校的学生短片作品。最后就是红毯秀，每年影展开幕的经典环节。好的，4种内容形式已经介绍完毕，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选。电影节嘛，大部分都是冲电影来的，所以我们先聊电影。看哪部影片，本着自己兴趣的原则当然是最优，但是资金和时间都比较有限的情况下，本着不踩坑的原则，我觉得还是需要一点点的参考。平遥放映的电影很多都是首映，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影评，所以看电影如拆盲盒。不过首映和卧虎单元的一些外语片，有相当一部分来平遥之前已经参加过其他国际电影节，在豆瓣和海外电影平台是可以查到电影影评做参考的。我们拿24年热门的《黑箱日记》举例，黑箱登陆平遥之前已经在美国圣丹斯和香港国际电影节放映过。从豆瓣和 MC 评分网站可以查到相关的影评信息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，它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，质量如何，判断自己喜不喜欢，还是很有帮助的。从山西出发单元偏向于扶持向的内容，关注度远不及卧虎和藏龙。回顾单元都是老电影重映，如果实在没有抢到热门票，还想感受一下电影节的气氛，可以选它。总结来说，不想踩坑，那就等官方发布排片信息后，重点参考已经在其他电影节放映过的片子，选出评分较高的作品。还有一点，很多电影节放映后，主创团队会上台和大家互动。去年黑箱结束后，伊藤诗织在站台上的表现感动了很多人。这部分尤其要助力藏龙单元，毕竟是华语新片，团队很多都在国内，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冲这个来的。想去现场看喜欢的演员，听主创聊一些创作思路呀，或者是单纯和他们合照签名。有这部分需求的，重点关注藏龙单元和影厅，像小城之春、站台这样的大厅，很有可能搞映后活动。小厅也会安排，只不过它不如大厅好施展拳脚。大师对谈这个项目没抢到票也不用着急，因为现场会有直播。活动结束后，录播也会上传到各个平台，大家可以先搜一下，感受感受。短片，我的盲区，学生短片都是平遥邀请来的，貌似是免费观看，但是去年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抢的，有了解的可以在评论区发一下。明星走红毯，这部分也是有直播的，影展官方和本地的一些自媒体会全程的开直播，每年都会有1-2位特别红的明星到场。他的粉丝们大概会从早晨的5、6点开始排队，至少在原地排10个小时以上，非常非常的生猛。建议做好防晒，带个小马扎。官方会发消息说某某某要来，但是粉丝后援群的消息会更加的灵通而且准确。说完怎么选，我们来聊聊价格。价格有波动，我们还是以官方发布为准。去年早些年是50、60，去年的价格是80和60两个档次。每个用户单场最多只能买5张票。大师对谈项目是10块钱，短片预约免费。红毯以前第5届的时候是需要门票的，近几年好像不需要了。
我们假设在电影节待4天，每天看2场，以最高档计算，每日花销160，那4天光是电影票就需要花600多，不便宜啊！哎，总要有人为艺术付费嘛，对吧？说到这儿，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，哎，你说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白看呢？哎，你小子越来越上道了，还真有。除了买票的观众，电影节还有这么一些群体是可以部分免费观看的。哎，有媒体，有志愿者，还有观众评审。我们先来说媒体，媒体又分行业内的和行业外的自媒体。本行的那些官媒啊什么的就不用多说，各位可能比我更懂怎么操作。那自媒体这一块，我参照了几位申请成功的账号，他们的内容都比较偏向于影视相关的内容，粉丝量并没有我想象多高的标准啊，可能3、4千、5、6千就可以啊，反正我指定是没戏。不过强烈建议，如果你有账号的话，不管发的是什么样的内容，申请一下，没准呢，你说，没准人家恰好就是想拓宽受众群体。有了媒体证，可以观看部分单元的内容啊，比如说藏龙呀，比如说卧虎呀，哎，总之还是很香的。志愿者我查了一下，志愿者的一些经验帖有提到会送电影票，免费的，但是很多时候放映时间和工作是冲突，他去不了。本着看电影的目的，志愿者肯定不是最优解。那观众评审，这是普通人想要免费观影的最优解。平遥每年会在开展前1个多月征集观众评审，大概几十个人，是医保赞助的，负责观影和一些评审工作。当然不是所有电影都能看，据说是在藏龙、卧虎首映礼这3个单元，大家分组抽签，抽到哪个单元看哪个单元。硬性要求：第一，从电影节开始到结束要全程待满，不能离开，毕竟是工作嘛，大概10来天的样子。第二，路费和住宿要自己解决，影展的赞助商会给每个观众评审1000元的补助，差不多就可以覆盖掉这部分的开销。这么看，评审真的很香。现在是8月15日的晚上，距离报名截止日8月17日还有1天。如果看到这个视频的，一定要抓紧时间，赶快报名。我给大家贴上去年24年官方公布的观众评审的名单，大家感受一下。我觉得总体还是偏向文艺那一挂的。接下来购票，好的，最崩溃的部分来了。24年影展24号开始，原定1周前，也就是9月19日下午4点抢票，但是因为有恶意的这种刷票的现象出现，没能按时开，后续等了很久都没有消息。就在人们觉得今天可能不会有通知的时候，19号的晚上23点29分，官方开启首轮的售票通知，11点30开抢，通知和开票仅间隔1分钟。打了很多人一个措手不及。说真的，黄牛有没有被虚晃一枪我不知道，反正我那个时候已经见周公了，这个点儿还没睡的，那真是饱餐一顿。等到第2天上午11点2字开票的时候，所剩的票已经不多了，热门的片子基本售罄。我以为崩溃的是我，没想到平遥的售票系统比我更崩溃，各种404。我看别人发帖情况跟我也差不多，界面经常打不开。当时我喜欢的片子已经被选走了，然后剩下2个我其实都没有那么想看，所以 A 还是 B， 我纠结了很久，犹豫就会败北。当我左思右想，最终想要选 A 的时候， A 已经没了，回头再选 B 的时候，页面刷新了一下，页面直接崩溃404。此时的贾导在疯狂地发微博解释原因和道歉，我崩溃，购票系统崩溃，贾导崩溃，我们形成3崩的局面。所以说先别订酒店，因为你真的不一定能抢到票。我上次犯了个错误，就是全程用手机登录，就总感觉卡卡的，而且显示的信息不够多。真心建议，如果要抢票的话，用电脑的浏览器登录，然后在平遥官网进行操作。另外，开票日要高强度刷微博，很多信息那边比较及时。我不用微博已经很多年了，上次也是乖乖下载回来。开展前1-2周内，官方就会发布电影名单，过几天之后会发排片信息，跟那课程表似的。很多电影博主会做更加详细的排片信息表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大致选定你要看的片子，规划好时间，开展前1周准备抢票。
没抢到的也别着急，多关注平遥影展的微博。各大社交媒体的平台会有很多已经买了的或者买重了的，临时去不了的，着急出票的，问好了就去二手平台聊，绝对不要私下交易，在那边被骗了，起码还有申诉的路子，私下搞只会被拉黑。这个时候，某鱼的贩子也开始活动了，各种高价票出现，本着我看不到也不能让他们爽到的原则，我是不建议购买的。而且他们还搞低价诱惑、高价卖的骗局，非常恶心，谨防诈骗。最后我再补充一个细节：19号到20号售票，并不意味着你不能再买票。拿去年举例，从21号到9月30号影展结束，我几乎每天都会去官网刷新页面，经常能刷到零星的放票。之前说了，很多座位它都不是出售的，可能是留给产业的或者媒体啊，他们有一些原因没有办法到场，官方可能就会把这些票放出去。假如你抢到了小城之春的后排，恭喜你，你周围很可能坐着业内的明星，所以不要放弃。好了，以上就是选片和买票的问题。假设你非常顺利的买到了票，那接下来我们搞衣食住行。先聊行，平遥有2站，南边较远的是古城站，北边是平遥站，北面是普通的绿皮车，南边是高铁站。周围最近的机场是省会太原的五宿机场，机场到南站没什么说的，太原南站到机场一定要走东广场，因为东广场才有地铁站，走错了会耽误半个小时。我要重点说一下北面的平遥站，从下车到古城西门的电影宫，我是掐表走的，最多15分钟到，非常方便，拖箱子走也没有问题。南边的古城站公交会慢很多，打车的话网约车有点不太好打，据说那边的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因为生意的这种纠纷啊矛盾特别多，反正互掐嘛，大家都懂。有一些住宿点是提供车接车送服务的，这一块一定要提前问好老板。电影宫位于古城西门附近，当你看到这个标志的时候，就代表到位了。接下来我们就介绍电影宫内部的路线。正门进入电影宫，这个头顶尖尖的建筑物就是电影宫的门厅，这里会搞红毯走秀，红毯排队的队伍在这里。电影宫正对面的台阶上是超大的露天影院站台，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如果夏天能在这里看电影，吹着小风，那舒服的没边儿了。电影宫南边是票证中心，这里排队扫描2维码取票，看完电影凭票根儿可以在这里领电影的海报，千万不要忘了。穿过电影宫之后是小城之春的影厅，它的北面是4个小的放映厅。电影宫的建筑都比较集中，这一点很棒。住的部分分古城内和古城外，古城内大多都是本地人开的客栈，某某家啊、薛家呀、侯家呀之类的，好多都不在地图上显示。你进入古城的时候，就会有人向你介绍住处，可以了解一下。一般都是睡大炕，价格从70到100-200不等。建筑比较老旧，隔音非常差，一定要提前备好隔音耳塞。城外一些快捷酒店也不错，尽量住在西门附近。这块我没有太多想法，大家在某音啊、某书啊搜到的，我去之前已经搜出来了。其实来来回回就那4-5家店。我个人的看法，全国旅游景区饭菜都差不多，价格偏贵，然后不过这里其实也没有贵太多，还可以。我个人其实更推荐去西门外吃一些小吃，门口的炸鸡腿啊、麻辣拌呀都挺好吃的。有一点要注意，你住的酒店或者客栈很有可能和饭店是合作关系。用餐可以打8折，一定要问一下。一定要带外套，不是这种薄的，要抓绒的，要薄款羽绒服。9月、10月的平遥最低气温可以干到10度左右，非常的冷。尤其是买了深夜站台电影票的，去年那2小时好悬没给哥们冻麻了。但是白天很神奇，白天又很热，它很晒，还是站台的朋友记得戴帽子。做好防晒工作。额外提醒，随身带一根记号笔，免得路上偶遇明星，错过签字的好机会。平遥真正的特色，第一，平遥的牛肉，这个是全国包邮，在哪里都可以买到。第二，又见平遥的舞台剧，票价200多。古城内是免费出入的，个别景点需要付费。如果对这块感兴趣的，可以直接买平遥古城的通票，大概是100多块钱，在古城内付费的景点可以全面解锁。好的，以上就是全部的细节。哇，燃尽了兄弟们，我从来都没有写过这么长的稿。去年误打误撞参加了平遥影展，留下了很美好的记忆。
作为一个过去很少看文艺片的人，我有被现场的氛围打动。在平遥的几日，更像是被邀请去参加一场温柔的仪式。电影宫像一个小的校园，光在长廊里慢慢流动，创作者、影人、观众都像被同一束光召集过来。平日那些被生活琐碎拆散的爱好，在这里重新被组装、被看见、被讨论、被点燃。短短几天，大家对电影的喜爱就像一堆细小的火星，慢慢汇聚成篝火，让人胸口暖得特别想动手做点什么。离开时带走的不是喧闹，而是那盏微光。它很小，却足够在回到日常后照亮一段路，也让我在此后的1年里重新发掘了电影的美。